去年豆瓣评分最高的真人电影，你知道是哪部吗？是这部《最后的决斗》。如果你还没看过，就一定要听我讲下去了。豆瓣开分8.3，好于94%的历史片。之所以将它归为历史片，是因为它是根据历史上一个真实事件改编。主创阵容堪称豪华，导演是鼎鼎大名的雷德利·斯科特，代表作《异形》《银翼杀手》《末路狂花》，部部都是影史经典。主演是好莱坞著名好基友马特·达蒙和本·阿弗莱克，这次不仅一起演戏，还共同操刀剧本。两人20多年前就联手写出了《心灵捕手》，拿奖拿到手软。另外2位主演也不陌生，凭借《星球大战》新3部曲一炮而红的亚当·德莱福，以及在《杀死伊夫》饰演小变态的朱迪科莫，如此众星云集，狂砸1亿美元制作，只为讲述一起发生在中世纪的性侵案。女主玛格丽特告诉丈夫，她独自在家时被丈夫的朋友贾克性侵了，表示要公开真相，讨回公道，但谈何容易？这可是黑暗封建的中世纪，一个彻彻底底的男权世界。玛格丽特的丈夫是为国征战的勇士，性侵犯贾克是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，而玛格丽特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。这种权力结构之下，他的性侵指控当然遭到了自上而下的质疑。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？电影从3个主角的视角展开了罗生门式的叙事。在丈夫卡鲁日眼中，这是一个老实人被绿的故事。他自认是一个完美男人，在家是好丈夫，对妻子关怀备至，在外是忠君爱国的一员猛将，杀敌永远冲在最前头，堪称全场最强输出，还在征战时救下了战友贾克。但没想到他每天征战沙场，流血卖命不被认可，反倒是贾克恩将仇报，靠谄媚逢迎就夺得领主欢心，吞并了本该属于他的土地，还暗中损毁他的名誉，威胁他的地位。两人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更令人气愤的是，贾克居然变本加厉地强暴了他的妻子，这点燃了他长久以来积压于心的怒火，决定以决斗之名赌上性命，讨回公道。但到了贾克的视角中，这又成了一个不顾世俗眼光寻求真爱的故事。贾克自认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在战场上被卡鲁日救下后，一直不忘对方的恩情。后来以出色的政治头脑升至高位后，也多次替卡鲁日说好话。但奈何卡鲁日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，俗话说的烂泥扶不上墙。在情感问题上，贾克也颇为自信，他能说会道，还时不时写几句诗，拽几句拉丁语，把女人们迷得团团转。但庸脂俗粉入不了他的眼，他倾心于有夫之妇的玛格丽特，因为她不仅漂亮，还识字看书，精通多种语言。考虑到她的丈夫是个头脑简单的俗人，贾克便自我感动地深信玛格丽特一定非常孤独，就缺他这样的知己。经过接触后，他更坚信玛格丽特就是他的真命天女，而且玛格丽特的眼神中似乎总是流露出款款深情，他当即坚信 No less sinful than her coveting me。所以趁着卡鲁日外征期间，他主动与玛格丽特发生关系。他认为这只是一场浪漫的邂逅，绝非强暴。因为他抚摸玛格丽特的脸颊时，对方未及时躲避。事后面对领主的问询，他也言之凿凿地说自己绝没有违背玛格丽特的意愿，从始至终表现出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大义凛然，没有犹豫就接受了卡鲁日的司法决斗，想通过打赢决斗来自证清白。显然这2个男人都在各自的立场上美化和矫饰了原本的记忆，而玛格丽特的回溯才是真相，也把影片推向了高潮。这是一起板上钉钉的性侵案件，贾克是毋庸置疑的强奸犯，他傲慢地将玛格丽特的礼貌误读为爱意，不顾她再三拒绝，粗暴地侵占她的身体，事后还威胁她不许说出去。她的丈夫也并非什么仁义之士，而是个软饭男。之所以与她结婚，一是为了拿到大笔嫁妆来解决财务危机，二是为了给家族延续香火。婚后，他表面上体贴温柔，实际上将她视作生育工具，只希望她怀孕生子，安分守己，从没有给予她全部的信任，也无法看到她个人的价值。性侵事件后，当妻子主动哭诉自己的遭遇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怀疑。他一把掐住玛格丽特的脖子，恶狠狠地质问她有没有故意挑逗对方。而他之所以决定与贾克决斗，听起来是名誉之战，但说白了就是想赢回自己作为男人的面子。但假如决斗失败，后果却完全由妻子负担。玛格丽特要被脱掉衣物，脖子上套上铁圈，被活活烧死，荒谬吧？
女性受侵害的事实居然要由2个男人的决斗来定夺，只因那时人们相信上帝会帮助正义者，谁打赢了谁就是正义者。更荒谬的是，当时的庭审现场，审判人员一再追问玛格丽特被强暴时是否享受其中，因为玛格丽特在受强暴后怀孕了，而他们坚信 A rape cannot cause a pregnancy. This is just science. 好在最后丈夫胜利了，卡鲁日被人群簇拥着，在一片欢呼声中忘乎所以。他把自己的妻子向众人展示，如同展示自己的所有物。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沉浸在狂欢的氛围中。然而，无人关心玛格丽特提出的指控。100年前这起桃色事件就这样被挑开英雄的铠甲，露出悲剧的核心。所谓的反转，只是导演的虚晃一枪，将封建男性的自大和虚伪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丈夫捍卫妻子的本质，其实是捍卫自己的尊严。从头到尾，他们都没有把玛格丽特当作独立的人，去尊重她的人格和权利。在他们的视角中，在乎的只是自己的男子气概是否受损。曾拍出《末日狂花》的雷德利·斯科特又一次把故事的主导权交给女性，控诉了成百上千年来他们所遭遇的不公。女主不仅仅是一场性侵事件的受害者，更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。但她有超前于时代的清醒，尽最大的努力，哪怕赌上性命，也要捍卫自己的权利，让自己的声音被人们听到，为的只不过是无需活在恐惧之中。导演通过发生在中世纪的故事，映照当今女性正在面临的困境，与当下的呐喊和抗争激情共振，借玛格丽特之口喊话，不要因恐惧而晋升，只有从强权手中夺回话语权，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。